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习近平高调访问越南，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肆的宣扬报道，但实际上在他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遭到了现场的欢迎者竖中指。我看到这一幕，当时被中国官方媒体给拍下来的一幕，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中越关系，聊聊越南对中国是如何看待的。可以说这次习近平访问越南是撮合的结果，就是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不停的劝说越南提升双方之间的双边关系。那越南呢一直在犹豫不决，同时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现在终于答应了跟中国进一步的提升关系。那么这次的习近平访问越南，签署了37项合作协议，而且高调宣传我们双方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越南和中国成为命运共同体。那么这就被中国的官方媒体看作是成功的对抗了美国的渗透，美国的影响。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相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习近平下飞机的那一刻，在现场有很多人举着双方的国旗在欢迎习近平，结果画面一转，有这么一个不到1秒钟的镜头，实际上是现场的一个人，虽然他举着国旗，但是明显的给习近平竖了一个中指。如果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人竖中指？那么当然有好几种原因啊。一种原因是越南也是共产党的国家，现场的这些女生，她们去欢迎习近平也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她们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想来，但是被逼着来。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强迫人民去欢迎外国领导人，所以说他可能有各种不满啊。那同时这也反映出越南跟中国微妙的关系。虽然习近平在跟越南领导人的讲话当中不断的强调双方是兄弟加同志的关系，但是谁都没有忘记曾经中越之间打的那场战争，就是中国所谓的自越反击战。1979年爆发的这场战争，未来有机会我们专门做期节目来详解，把整个来龙去脉、过程、结果都跟大家讲清楚。这期节目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但不管怎么样，中越曾经打过一场战争，越南对中国恨之入骨，所以这个仇一直埋藏在越南人的心里。到现在为止，中越之间还有领土纷争，之前也时不时的出现中国的海警船撞沉越南渔船的事件。所以说越南跟中国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而且历史上也有仇恨，甚至中国都可以说你越南自古以来都是我的领土。虽然中国只是对台湾这么说，没有对越南这么说，但是同样的逻辑，中国的这种表态反映出它的这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双方在历史上是有解不开的结，再加上现实来讲，现在中国也在试图称霸印太地区，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身边的强权，历史上又是入侵的敌人，屠杀我们人民的刽子手，所以越南人对习近平竖中指是可以理解的，有太多的理由会这么做。所以 BBC 说，习近平访问越南是在修补双方爱恨交织的关系。那这次为什么越南愿意接纳中国？当然这都是越南人的聪明之处了。别忘了3个月前越南刚刚欢迎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国事访问，再别忘了就在不到1个月前，他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访问美国，跟拜登握手言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越南人愿意让习近平来，就是前面这些动作都做好铺垫。虽然中国一直在不停的劝越南我们加强关系，越南一直拒绝，其实他这种犹豫是在等待时机。现在终于等到一个时机了，就是跟美国刚刚敲定了双方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又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因为这次习近平访问有所缓解。那这会儿我欢迎习近平不会得罪美国，而且我的立场也很坚定，也不会让美国怀疑我是跟中国站在一起。所以越南人很聪明，他知道在中美新冷战的这个大环境下，他绝对不能选边站，或者说就算选边也只能选美国。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他是完全被动的被中国拉拢的，他也有所需求。什么需求？就是看到了新冷战当中供应链的转移对越南有巨大的帮助，越南要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或者是承接大量的中国投资、中国制造业的转移，它是可以获利的，它具备非常好的条件成为下一个中国。如果我们看一下越南的实际情况，非常像中国的80年代，所以它在经济上是有需求的，愿意接纳中国的投资，愿意承接中国转移的供应链。
所以双方的贸易额其实也很大。《华尔街日报》曾经就有一篇报道，就说你们以为这些是越南制造，实际上它还是中国制造，或者说中国在越南的制造。就说很多越南工厂实际上是由中国帮忙开的。所以说看到这些供应链的转移，看到中国的投资在越南设厂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就业，不要白不要，对吧？所以越南愿意占这个便宜，也得跟中国搞好关系。但是从心底，他不可能跟中国成为盟友，成为共同体。所以说中国这次宣传说越南接受了，说我们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谎言，或者说这是一个文字游戏。他们都说的是我们共享未来，但是共享未来是很多国家跟中国签署协议、签署声明的一个用词，但并没有说 common destiny， 就是共同命运。什么叫共享未来啊？就是未来有什么好事我们一起共享，但是如果有什么坏事，不好意思，你去死，别拉着我啊！我可跟你不是同一个命运的。你跟美国针锋相对，被美国制裁打击，别拉上我，我没这样的命运啊！越南要跟美国友好，不会挑战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南人很聪明，你愿意去说你就说去，你跟国内去忽悠去无所谓啊，你怎么说都行，我们越南跟你怎么合作，越南也成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了。所以网上有人说越南在中国的拉拢之下受到了中国的鼓舞，获得了中国的好处，结果就是从亲美变成了亲中。我可以告诉大家，负责任告诉大家，没这回事儿，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做到了在中美之间游走，实际上和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不断的向美国购买高端武器，但是对中国口惠而实不至。你要说好话，咱们一起说好话，但是我不会真正的站在你这边，然后你还得给我好处。你喜欢撒币吗？好，继续向我们越南撒币，我们敞开怀抱，随便来给我们撒，用钱砸死我们吧！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一定会在中美冷战当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了，越南也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国家，虽然它有不少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仍然是有限的。所以中国试图说服越南的一个理由，一个重大理由，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独裁国家，我们都面临西方自由民主的渗透和颠覆，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跟他们不一样。这是中国拉拢越南的其中一个理由啊。但是这个理由呢，其实从越南角度来讲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说服力，但是越南也不傻，他们获得了美国保障，美国不会介入越南的内政。同时美国的头号敌人是中国，就是当年美国跟苏联进行美苏争霸的冷战的时候，不是也照样拉拢了中国吗？不是照样中美建交了吗？然后后来又合作，对吧？又把大量的资金、人才、技术输往中国。那时候中国不是也是独裁国家吗？这越南人他知道，美国也许未来可能还是想让我们实现自由民主，会动摇我们现在的政权。但是至少目前来讲，在可见的未来，他们头号敌人是你们中国啊，他们对付的是你们中国，所以不要拉着我们一起对抗美国。越南人绝对不会上了中国的当。别忘了，不光是在国防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越南实际上都是更需要美国的。总之呢，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越南，可以说只赚到了一点面子，他可以向自己国内的人宣传，我们成功的拉拢了越南，他们不会站在美国这边，我们构建了新的命运共同体，看看我们是不是又扬我国威了啊！当年越南就是我们的藩属国，是我们的仇共国，现在跟我们签署这么多协议，又允许我们去投资，又允许我们建厂，就好像越南已经完全变成亲中国家了，欧耶，胜利了啊！这个是他可以去讲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但是实际上他有什么好处？中国能够获得多少好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实际上最大的获益者、最大的赢家就是越南。他们看到了美中两大强国纷纷的最高元首访问越南，都想拉拢越南，越南成为了新时代的香饽饽。未来有机会我会专门再做一期节目来讲越南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的经济引擎，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以及越南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弱点或者困境需要解决。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